我不只讨厌雷声，我还特别讨厌夏天。要不，我陪你去扫墓吧。毕竟，我们也是夫妻一场。就送到这儿吧，毕竟，而且等一下被爹爹看到了，他又要胡思乱想了。那好吧，这把伞给你吧。可是你……没事，进去吧。范云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本来想去接你的，可是你已经回来了。哦，一个朋友送我回来的。雷雨夜有人能陪着你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本来以为你会垮着脸的，看来在商思健学有助于调节心情。高然，我好像现在也没有那么讨厌夏天了。也许跟他们一样，对夏天有了新的期待吧。你的手艺都是你娘教你的吧？正好相反，我娘在世的时候，跟爹爹一样，做不了什么精细活，反而像什么爬树啊、摘果子之类的，倒是很在行。所以你是继承了你娘的衣钵。我可没有我娘的好身体，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天天都吃药。你还体弱？直到我长大一些之后，我的身体才一点一点有了好转。也许真的是我把我娘的身子拖垮的吧。你说，为什么离梦想越来越近了，反而人的心里越来越没有底了呢？你是说为民请命吗？
反正就觉得在上司的这段时间，总感觉哪里还没有做好。只有无比接近，却又差之毫厘的时候，心里才会患得患失。患得患失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患得患失。越想努力，就越害怕失去，然后就想再努力，更努力一些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好。但我相信你可以的。你说说你吧，每夜挑灯苦读，这文书落的都比人高了，饭又不吃，觉又不睡，被别人派了活，别人都是叫苦不迭的，你倒好，反而乐在其中。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你看不起谁呢？我可是城主。好好好，你是城主，你厉害，你通晓一切行了吧？范渊，这选世变革前无古人，更是你我的第一战。我身为城主，也没有全然的把握，所以你有担忧的情绪也是情理之中。但没关系，谁说担忧就不能成事呢？只要接受自己一时的软弱，然后一起竭尽全力，迈步就是了。每一个伟大的目标，不都是这么一步一步实现的吗？你我就各自努力吧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钟爱臣觉得如何？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？哎呀，这份草案面面俱到，尤其是还细致地分析了各城的施教状况，连当陵学子的身份都做了细致的汇算和查访。哎呀，老夫简直是挑不出纰漏，看来城主真是煞费苦心，早有准备啊！哦，对了，除了这个，这儿还有9城各司官员的履历核查。这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，这商司业粮署的官员掌粮食基础、仓廪管理之职，但因为他们出生于贵族，没有经历过这耕种之苦，对这青苗、免役、农田水利等法的制度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，才会导致如今这职田管理日渐混乱。这么看来，历年来选士的考生基本上都来自于这9大贵族，所以官员构成过于单一呀。对，原本以为城主只擅长吃喝玩乐，没想到心思竟然如此缜密，格局开阔，既如此关心9城之事。哎，这就叫做海水不可斗量，城主不可小觑。是啊，有了这份草案，又有诸位大臣的鼎力相助，应该可以跟郑大人抗衡了。哎呀，可是我们3老恐怕是要决裂了。其实变革一直都是我的夙愿，为了9城的子民，这变革势在必行。所以明日早会之上，我会将此草案颁行于公众。届时若有任何反对的意见，还望诸位爱臣能够替我据理力争。
臣等定当竭力。今日虽有大人已表态，然我理解众爱臣的担忧和困惑。各位回去再斟酌斟酌吧。议毕。范云，我饿醒了，还有宵夜吗？有。魏荣，你说你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好不容易醒来的时候却只会吹笛子。要是你都能考中选试的话，那我真的是要绝望了。若你选试失败，嫁不出去成了老姑娘，我就请你做我的专属厨娘吧。啊？不说了，我去给你弄吃的去。魏荣，你真的不再多住几日了吗？已经很打扰了。好吧，那你要多多保重啊。好。范喜大人，魏荣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存在。希望你记好了，你是我的心灵之友。心灵之友？未来的心灵之友。好，未来的心灵之友。那就后会有期了。他这样一个喜欢无拘无束生活的人，为什么一定要参加选试呢？他不仅要参加选试，而且约好了，一定要考进前3名。前3名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魏家答应给他自由的条件。原来如此。既往之师，何者宜成？将来之余，何者当戒？何者当戒？启言公子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有空吗？启言公子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倒也没什么要紧的事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哦，那不如改日再看吧，我这会儿还要温习功课呢。我真得温习功课了。那我走。难不成还是我走啊？兵者，政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；退而求其次，经之以武士，教之以计，而索其情。1曰道，2曰天，3曰地，4曰疆，5曰法。